朋友们，大家好。有几天我没有上传节目了，因为呢，我自己本身呢出了一些状况，就是我的身体有些问题，主要是我这个网球肘，听说呢这种病叫网球肘，并不是说我打网球才出现这个问题，而是一种职业病的那个称呼。因为呢，这几年经营这频道啊，我几乎每天都要坐在电脑前，然后呢玩鼠标剪辑节目。也就是说，我这个手啊，几乎每天一直在重复同样的动作，所以可能对我这手臂的这个肌肉啊，还有神经或者是关节造成一定的损害。而且这段时间来，我这个地方的疼痛加剧了，所以呢，我得去找医生。记得我这次返回德国之前，我去我们桂林人民医院也看了啊，他说这就是网球肘是一种比较常见的职业病，然后我还是不太相信德国的医生，所以呢，对于我这个治疗，我都要到今年9月份，也就是过2个月，我回国的时候，我再去找那个医生看看，采取什么样的治疗方案。因为我不想我这个手这样恶化下去。也就是说，今后呢，我的节目可能会减少对这个视频的剪辑量，就是我平时怎么说，可能我就是直接上传了啊。然后呢，大家可以看到我真正的我讲话是什么样的水平，就是说我可能真正讲话没有像过去一些视频当中显得那么流利，这其实是几乎所有博主都有同样的问题，就是说，只要是你事后剪辑过的那些视频，那么说出来的话肯定要比原来的要更加简洁、更加流利，对吧？也就是说，一些磕磕巴巴的或者一些打头话都会把它剪掉。但是今后，因为我还是考虑到健康原因，我就减少这个对我视频的剪辑。所以大家可以发现，凡是所有的博主啊，所有的博主，只要不是他现场直播的，只要是他事后后期他进行剪辑的，他讲的话绝对没有剪辑过后那么流利，那么简洁。这是我认为啊，这是正常的啊。虽然我现在讲话还是磕磕碰碰、结结巴巴的啊，就是没有真正的有很多其他博主讲的那么流利，这也是我的短板，没办法啊。一个是呢，我自己本身我的语速不是很快，另外一个我觉得最主要的问题就是我的母语普通话不是母语啊，我的母语呢是我们桂林的方言，所以其实我们学普通话其实是相当于又学了一门语言。特别是我在接受普通话教育那个年代，我们广西我是70年代中期上小学的，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我们几乎没有老师会说普通话。这是我后来到了高中的时候嘛，学校才好像慢慢的有越来越多的老师会说普通话了。原来我们都是用方言的，所以我觉得能够讲到现在这个水平，我觉得我自己觉得已经很不错了。大家可能可以把我以前，比如说4、5年前的一些节目找出来，当时我说的普通话是怎么样的，我现在说的普通话又是怎么样的。我认为啊，我的语速啊，还有我的这个发音来说，真的有很大的进步。也感谢你们啊，因为有你们有兴趣看我的节目，让我有动力继续每天都学习，每天做节目，这样才让我一点一点一点的提高，每天都有提高。所以呢，这4、5年，你看回头跟4、5年前比，确实我认为我现在说的普通话真的要比原来好得多了。虽然啊，与你们来比啊，我的普通话还很烂。有的人说，一听我讲话就知道是两广地区的人，其实我都感到很好奇啊。现在我说的普通话，有的人能够听出来是两广的，我就觉得这个人很了不起。就是说他知道我是广普，我就觉得很了不起。因为我觉得我的普通话已经对于广西人来说已经够好的了，但是你们还是听得出来，我就感到非常的惊讶。其实我觉得广普啊，或者每个地方的普通话都有它的呃值得欣赏的地方吧。比如说，我们很多人就是把广普当成一种饭后的一种相当于谈资，或者是相当于消遣的一种话题，我觉得也不错，对吧？
我也觉得没必要，我们广西人没必要为我们讲的普通话不标准而感到什么自卑，因为我们本身就是我们当地的文化，对吧？主要是普通话不是我们的母语，所以我觉得作为一门语言，不管你学普通话也好，还是学其他外语也好，不在于你的发音有多标准，因为我们不是中央电视台的播音员，对吧？而在于就是你讲的一门语言，普通话也好，还是外语也好，能够让对方听懂，达到那个交流的目的，我觉得就可以了，对吧？当然，如果能够讲得越来越标准，那更好。所以呢，即使我的普通话不标准，我是每天呢会虚心接受大家的指出。真的，我特别感谢你们对我的指出，发音不标准的地方一定要给我指出来。然后呢，下回我就可以纠正了，我就可以更标准了，对吧？我得承认啊，即使我再努力，在我这个年龄的人，我五六十岁，50多吧，还没到60。我这个年龄的人，即使我再努力，也不可能达到中央电视台讲的普通话那个水平，绝对不可能。这点我有自知之明啊。所以呢，我还是很努力的。所以请大家还是多多包涵我讲的不标准的地方，只要大家能够听懂我的前后的那个。通过前后我的上下文能够听懂我所表达的东西，我觉得这目的就达到了啊。好了，今天给大家刚才说了一些磕磕巴巴的，然后呢一些啰嗦的话，主要是想表明这段时间我为什么没有上传节目，主要是我这个病啊。另外呢，我还是感谢大家对我这几年的支持，所以让我呢讲的普通话也有进步。今天呢，我们还是讲到关于德国的话题吧。有的网友说我不要再讲一些太负面的东西了，负能量太多了。其实我可以告诉大家，我同意部分网友的观点，我也非常非常想，真的每天大海捞针的在找一些关于比如说德国媒体啊，或者是西方媒体关于中国正面的话题，但是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真正的观察过西方媒体啊。德国也属于西方的一员，对吧？可以说西方媒体，德国也是非常典型的一个啊。他们报道中国的东西，我可以告诉大家，过去我也说过，几乎没有正面的东西。所以你要叫我老是报道德国媒体关于中国正面的东西，我找不出啊。我不能制造出来，对吧？我不是像一个妇女跟她老公什么跟某人做了床上运动之后就可以生小孩，这个我生不出来呀。他德国媒体他没有给你这样的素材，我就不可能把它生造出来，对吧？这我无能为力啊，对吧？真的，我特别特别想，反馈一些德国关于中国正面的东西，有啊，但是很少。比如说嫦娥六就是一个话题，对吧？但是即使这样，对我们中国来说非常有意义的话题，但是德国媒体极少报道。真的，嫦娥六从那个月球背面，中国呢通过中国自己的技术啊，挖回了这个矿，地球那个月球上面背面的矿，这是在全球人类来说是非常大的新闻，但是德国媒体也没有很多的报道啊。我真的想啊，那网友的评论更少了。大家要知道吗？在德国很多媒体，它上面是没有网友评论的。比如说德国电视一台就没有。你看德国电视一台的，不管是它的那个网络媒体，就是那个印刷的媒体，还有网络的媒体，还是油管上面德国电视一台的新闻，下面它的评论功能是关闭的啊。所以这点让我也非常的无奈啊，因为我觉得，就是德国网友的一些评论还是能够反映出德国人的想法的。有些话题关于中国的，可能网友会一边倒的站在中国一边，而有的话题呢，你要看话题啊。有的话题可能网友是一边倒的和那个德国媒体的那个意见差不多的，所以其实德国人他们还是有一定的辨别能力的，虽然他们被他们的媒体洗脑。比如说这次不是那个北约在华盛顿开会嘛，对吧？
然后通过了那个北约国家通过了一个专门针对中国的一个决议吧，说因为中国呢一直在支持俄罗斯，给俄罗斯帮助，所以呢这个北约这个协议呢，就是把中国打造成俄乌战争的一个像一个帮凶一样，要中国为俄乌战争负责。现在西方就是这样，然后德国媒体有的也看不下去了，不是德国媒体，德国有些网友也看不下去了。还有另外一个呢，这段时间，比如说，德国媒体特别大肆报道，中国突然之间和白俄罗斯一起在波兰边境进行军演，说中国这么做是对北约一种威胁。然后呢，德国网友有的或者很多也看不下去了。这点我觉得德国网友还是比较明辨是非的。他们认为，你看你北约经常在比如说俄罗斯的边境，对吧，搞事，或者是你北约国家联合其他的国家一起在很多的国家发生战争，这不是威胁吗？然后中国，你看在联合白俄罗斯搞一下军演，你们就看不下去了，你们就双标了等等。所以从这点来说，我觉得德国网友他的评论是比较中肯的。像这种我觉得可以啊。但是今天呢，我跟大家讲的是另外一条新闻。2月11号，昨天呢，德国内政部部长叫费舍这个人，他官宣了，到2029年年底之前，德国必须全部拆除华为还有中兴的5G 设备，全部拆除啊。这为什么？他说是基于德国国家安全，因为中国的东西有安全风险，对德国的国安形成了风险。你看，这话语听起来是不是特别熟悉呢？是不是很像德国那个主子他们的话？其实就是捡过来的话，不是，我觉得绝对不是德国自己的。而这个消息呢，在昨天还有今天，德国各个媒体都进行了报道。其实这个话题炒作已经好几年了，直到今年之前啊，德国还说我们还是呢使用华为还有中兴的技术，因为呢他们的技术比较好等等。但是这次这个发布这个信息出来，恰好是北约在华盛顿开会，所以呢德国媒体报道说，可能呢中方认为啊是受了华盛顿方面的压力。我觉得这种猜测是完全有道理的，因为德国不管是它的内政还是外交，它是没有自主权的。像这个华为，还有像这个拆除华为中兴这个5G 设备，其实就是属于德国内政啊，对吧？它和外交没有关系。但是为什么德国还会这样呢？就是中国有关方面他猜测是对的，就是受了那个华盛顿的那个压力嘛，对吧？因为我们也知道，华为中兴肯定是没有后门的，对吧？也就是说，这些国家凡是安装了华为中兴设备的国家，那某个大国，某个那个最邪恶的大国，那就不能够再监控了，对吧？再得不到这些用户的数据了，对吧？他当然不愿意了。所以过去这一些年，大概过去5、6年吧，这个某大国他对他各个他的盟友都施加压力，不仅如此，还对其他的非盟友，凡是他认为他不喜欢这些国家使用华为中兴的国家，反正有没有效，他都会对这些国家指手画脚，对吧？你看，对那个巴西也一样，对吧？巴西是个很大的华为的市场，对巴西也一样。当然，对其他的小国更不用说了啊。你看当年的英国，就因为屈服于这个某大国的压力，费了好老大的劲儿，然后给他们那个国家纳税人造成了非常大的损失，但是还得要拆除这个华为中兴的5G 设备，特别是华为的。因为这个国家就是见不得你这些国家，如果是安装了设备，它就不能够自由的监控了，对吧？说起来，我觉得德国人也感到挺可悲的。德国政府明明你那个某大国，
对你这个德国的前总理默克尔，他的手机进行了好几年的那个监听，对不对？后来被爆出来了，但是那个国家就是口头说声啊对不起，下不为例，这样德国只能这个苦果自己吞下去。还有德国的很多高官照样也受到监听，这是实打实的。甚至呢，有的德国的政客，还有德国的那个有一些网友说，我们宁愿被那个我们的盟友，也就是这个某大国监听，也不愿意被这个所谓独裁的那个中国监听。你看，就是这么脑残的这种言语。而这个中国华为的设备是没有后门的，至少呢，到现在为止，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他们把华为的设备都拆了，对吧？没有发现有后门啊。但是他们认识说，基于他们国家安全，或者是他们担心有什么风险，因为他们觉得中国是个他们认为的专制国家，认为不民主等等，所以呢，他们不能相信。其实说来说去，还是因为他们屈服于这个某大国的压力，对不对？所以啊，说来说去啊，西方这些国家虽然他们说有自己选票等怎么样，挺可悲的，他们完全没有自主权。德国其实就像那个希腊前财长说的，没错啊，德国还有那个所有这些西方国家都是这个某大国的殖民地，没错，真的，我特别同意他的说法，好吧？那我们回到这个德国命令到2029年之前全部拆除这个华为还有中兴的5G 设备。德国多家媒体都报道了，内政部长他在协议中真的是官宣，也就是实打实了啊！德国电信企业必须在2029年之前拆除所有华为、中兴的5G 设备。费舍当天呢，在柏林当着记者面说啊，我们已经跟德国电信公司达成了明确而且严格的协议，并称啊，此协议为欧洲最大经济体德国提供数字安全的保障，对吧？他们认为他们拆除了，他们就安全了。到底安不安全？反正我认为啊，到时可能会屈服于这个国家的压力，比如说啊，我们建议你安装哪个国家的什么设备，然后呢，德国照抄，也就是说到时呢，特别方便这个国家对德国的监控。这个没办法，人家德国这样做啊，他就是不要那个华为、中兴更安全的设备，那我们有什么办法呢？对吧？强扭的瓜也不甜，而且你也扭不过来，它已经形成，可以说它是政府已经形成了它的文件了啊。你看，说到这里啊，我又说一点题外话吧。不是说那个西方这些是小政府吗？不干预那个德国企业的或者西方企业的运作吗？但是过去这几年的所有西方的操作，可以发现啊，其实西方国家的政府无时不刻不在掌控着他们的企业，对吧？比如说，不准中国收购德国多特蒙特某个地方，他们老掉牙的那个芯片企业，他们技术已经很老了，但是即使这样，他们那个企业经营不下去，想出手，然后中国的企业有意收购，但是不准，说是这个技术呢不能泄露给中国。什么技术比中国技术还落后？中国当时这个企业想收购，只不过呢想要它一个，比如说它的营销网络，还有它的供应商等等，对吧？其实中国企业并不是看上你这么老掉牙的技术。另外一个，德国这个政府悍然干预这个正常企业运作的是汉堡港，对吧？当时是去年是前年，中国远洋不是想参股汉堡港这个集装箱码头吗？后来德国绿党为主的那个，比如说经济部长啊，还有德国外交部长，他们都是绿党的，坚决反对，说呢是中国如果是参股的话，会对那个汉堡港的数字安全造成风险，认为呢还有中国会攫取汉堡港的敏感的数字技术。我就不明白了，你一个汉堡港有什么敏感的技术会威胁到德国国家安全？那德国国家安全就那么脆弱吗？对吧？简直太可笑了。
说来说去还不是出于意识形态原因，对吧？你看，像这种方面，就是正常的一个企业悍然干预正常的企业之间的运作。所以，朋友们，如果你今天还相信西方国家的政府不会干预他们的企业，因为他们西方是所谓的自由市场经济，那你就大错特错了。那个某大国一样对吧？颁布这样那样的法律，而且他们国内法凌驾于全世界其他国家法律之上，就是通过他们政府这样，他们政府想干嘛，你全世界所有的企业、所有的国家都得听他们的。难道这不是他们的政府干预吗？而且这政府是干预全世界呢。所以说到这里，我真的特别特别的气愤。但是我们有些人还是相信认为西方国家他们说的话都是真的，屁呀！费舍说柏林呢已经通知北京方面有关这个协议了而且他说他不认为中方将采取任何反制措施。反制不是你德国说了算，或者你德国内政部长这样认为，那中方就不会了，对吧？反制我认为主动权肯定是掌握在中国手里。德国以及其他西方国家现在在与中国脱钩的路上可以说越走越远。反制我认为中国绝对应该做。怎么反制主要是基于中国国家利益考虑了，对吧？因为我不是国家高层，所以我不好说。但是我认为比如说要对德国痛的地方，你现在德国不是特别听话吗？遵循他主子的意思吗？对吧？拆除华为还有中兴设备，那我中国也可以说你这德国哪个企业对中国的国家安全造成了威胁，那可以发起对德国某些调查呀，或者对德国的汽车德国某些高端的但是已经被中国已经克服了一些产业等等，对吧？那也完全可以，对吧？你跟我有初一，那就不要怕我来个15了，对吧？另外我觉得德国非常非常依赖中国的一些稀土，这些稀土我觉得完全可以对吧？完全可以对德国还有对西方国家进行禁运对吧？不仅是管制，而且要比如说完全不出口。当然你可以在西方国家可以找到这样的稀土，但是要以何等的代价呢，对吧？ At what cost？ 就让你付出代价才可以。其实德国它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它拆除了，对吧？我记得有一位是德国的网友在评论区透露的就是德国电信企业跟华为签订了协议，签订了合同，如果要在合同之前拆出这个比如说华为的设备，那德国企业必须赔偿华为巨额的损失费。所以如果是这个德国内政部长颁布了现在这样的决议，那么德国这些电信企业不得不遵循的话，那德国企业肯定得付很高的那个赔偿金给华为，到时最后呢还是德国纳税人买单。所以这种两败俱伤的事情呢，西方要做，中国也没办法，只能奉陪了，对吧？同样，如果比如说中国采取反制措施，比如说对某些稀土禁运，可能呢对中国某些稀土产业造成了损失，但是我觉得跟中国国家的利益来比，这个某些稀土企业它的一些损失完全可以忽略，对吧？而受损失最大的是谁当然是德国企业了，还有德国产业了，对吧？所以我觉得中国一定不能手软，不能给他面子，因为我觉得像德国还有其他西方国家，这个越来越真不要脸了真的是这样子，不要脸就是不要脸。跟这些西方国家有的时候我觉得不能跟他们讲好话，他来硬的你要比他更硬，这样才对。就说以牙还牙，我们真的不能让我们用儒家那一套来跟西方打交道，那样行不通的。他以为你好欺负，真的，他以为你软弱。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当然，
中国的说法啊，就是现在德国这么做，就是对中国这企业公然的政治歧视。而且我也认为，这今后呢肯定会对未来的中国合作造成非常大的负面影响。前面说了，这个德国内政部长颁布这措施啊，就是在这个北约峰会在华盛顿这个期间宣布的，所以呢，这让中方对德国这个决定的独立性产生怀疑，这很正常，对吧？做出这样的决定，绝对是受了这个某大国非常大的压力，因为使用了中国5G 技术，刚才说了就不方便这个国家对这个德国啊、什么企业啊、政治人物进行监听了。所以过去这几年，你看这个某大国真的啊，是使尽了各种各样的手段，胁迫他的盟友还有其他局外的国家，不准使用中国华为的设备。不仅使用中国中兴的设备，这样这个世界啊，这个黑社会老大他的做派啊，对吧？目前来看，他还是有一些话语权，比如说有些他的盟友不得不趋于他的淫威，然后呢屈服了，这个没办法。目前他是有这个实力，对吧？就是有些国家还是听他讲的。这没办法的，我们中国还没有达到那个实力，所以你不同意也没办法，对吧？还有德媒说啊，网络安全担忧的背景是中国企业在法律上有义务与中国的国家秘密合作，所以呢，德国人担心中国的 IT 公司会在政府的指导下安装那个后门，也就是留下一些漏洞，以便在发生危机的时候破坏德国的安全基础设施，破坏德国的关键基础设施的安全吧，是这样。反正他们是担心啊，而实打实的，刚才前面说到了，某大国所有的企业，不管你是微软也好，谷歌也好，他们的设备、他们的系统都有他们那个国家的法律规定，你这个美国的企业必须跟你这个国家的政府合作，也就是这个某大国的政府合作，留出后门。我需要，比如说得到这个某个人或者某个企业的数据，你不得不老老实实把它交给我。话说了，明白人都知道，其实只要你使用那个什么谷歌啊、什么脸书啊、Insta， 所有的数据都会源源不断、每分每秒源源不断的输送到这个国家去，这个某大国去。没有任何的数据安全，但是西方这些政客，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知道，反正西方很多屁民他们是不知道的，他们认为啊，我们的数据很安全，然后呢，西方的媒体给他们洗脑，说用了中国的东西就是不安全，所以他们会自动认为用了华为中兴的，比如说华为的手机用了就不安全了，然后呢，我的数据、我的信息呢，都会给中国政府知道了。其实做一个普通的西方屁民，你的数据有毛用啊，对吧？有什么可敏感的？况且了，你的数据不是说了吗？源源不断的给另外那个国家了，他们没有任何这个意识，没有这个风险意识，却硬是呢以莫须有的罪名来给中国这个企业戴上这种莫须有的帽子。其实我觉得做一个正直的中国人啊，还有海外华人，我觉得挺恼火的。我每天看到这样的新闻，比如说我今天看到这样的新闻，就心里非常的气愤啊，为中国打抱不平啊。因为我觉得真的这些年来中国太难了，中国人、中国企业要立足于世界真的太难了，要付出比西方国家那些企业多倍啊，多好多倍的努力，来证明我们中国还有中国企业。还有中国产品就是要比你西方的更好，所以真的不容易。当然了，中国驻德国大使馆也表示啊，中国企业多年来在德国一直遵守德国的法律，对吧？而且为德国的数字化进程做出了积极贡献。网络安全风险肯定只是一个借口，这是
中国驻德国的领事馆说的话呀，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国家能够提供确凿的证据证明中国这些设备构成了安全风险，因为没有后门啊，对吧？把华为的设备都拆了个遍，就是找不出来。但是人家什么那个某大国还有德国，就是呢以莫须有的罪名不要你华为中心的设备，所以中国方面你再澄清有鸟用啊，对吧？没用啊，他就是用莫须有的罪名，就是把你的把你的设备华为中心设备淘汰掉。所以呢，这是两败俱伤的，因为华为的设备中心的设备确实是顶尖的。如果不顶尖，你德国当时这电信企业他不会用啊，对吧？他们这电信企业可是专业的啊，他们知道哪些设备好，哪些设备呢没有那么好，或者哪些设备性价比更高。像华为的技术，它这个专利是世界上最多的，那说明它的技术肯定是最先进的，对不对？但即使这样，他德国就是不想要。那没办法，但是我认为啊，开放是相互的，对吧？中国5G 建设对诺基亚、爱立信等欧洲企业始终你看保持开放的态度，从未将其视为安全威胁，对吧？你看什么爱立信啊，什么诺基亚都可以在中国共同参与那个投标啊，而且中国方面也给予了这些国家一些合同啊，对吧？但是德国现在这样做真的是赤裸裸的政治歧视，严重损害了中德双方的那个互信，肯定会影响将来中国未来在相关领域的合作。德国呢，在北约华盛顿峰会呢召开之际宣布了这个决定，肯定中国这个怀疑你这个德国做出这样的决定是不是独立，这个怀疑当然是有道理的，对不对？德国还有欧方呢，不能一方面要求所谓在中国要公平竞争，但是呢另一方面以莫须有的罪名啊，所谓潜在安全风险对中国企业搞歧视，这样的做法行不通。能否公平公正的处理相关问题，是检验德国自身营商环境的一块试金石，对吧？届时可能受影响的不仅是中德两国的正常贸易往来、经贸往来，也影响外国投资者对德国的投资信心，对吧？因为其他外国投资者看到啊，你看你德国政府可以以这样莫须有的罪名对中国企业这样，那么明天你可以同样以莫须有的罪名对我这个国家企业到你德国投资也做同样的事情啊，对不对？所以这应该是对德国投资者环境应该是有负面影响的。到时我也相信啊，中国方面肯定会采取必要的措施来维护中方企业的合法利益，这点是毋庸置疑的。我觉得每一个中国人肯定会支持中国政府这样的做法，对不对？还有另外，我觉得中国必须有所取舍，要确实采取一些让这些国家感到痛的反制措施。前面说了啊，对德国一些，比如说汽车企业可能要采取一些措施了，对吧？还有一些关键的原材料啊，特别是稀土方面的出口啊，我觉得光凭中国一厢情愿要与西方呢搞好关系等等，按照西方的尿性，不采取反制措施，他们绝对会变本加厉，以为你中国根本没有什么反规，以为你中国根本就没有什么反制措施，其实中国是有的。但是我觉得目前中国是想与这个某大国的关系搞得不好，那我们尽量呢尽我们最大努力与欧洲搞好关系。当然这样的想法肯定是可以的，也是必须的啊，因为毕竟呢人也不是铁板一块，对吧？我们可能
让他们知道中国的市场是世界上最大的，所以在有一些方面，比如说欧洲国家不得不可能基于这个考量，那不会在所有的方面跟着那个大西洋彼岸那个黑社会老大哥走，可能基于这样的考虑，所以呢，中国在很多方面可能有所克制。但是大家也看到了啊，克制是一方面，但另外一方面呢，你看德国，他硬是一步要走到黑啊，没办法啊，他就这样，反正他付出最大的或者更大的代价都无所谓，他就是要跟着或者不得不跟着他的主子走，那还有什么办法呢？对吧？哎，所以啊，中国真的很难，所以这个国家很难，中国企业很难，中国人也非常难。然后呢，我浏览一下德国《时代报》的网友评论，几乎对这个方面，对于拆除华为中兴5G 设备方面，几乎清一色啊是德国《时代报》，其他的平台可能另外一样啊。德国《时代报》清一色都是赞同德国内政部的做法，他们的说辞呢，而且像这个德国媒体的复读机一样，了无新意。令人可笑的是，有的德国人认为啊，中国一直在歧视德国在中国的企业。你看，他们德国人认为啊，中国歧视德国在中国企业，你觉得可不可笑呢？但是他们忘记了，这几十年来，从80年代以来啊，德国企业你看在中国赚得盆满钵满，对吗？最好的例子呢，就是德国大众汽车，对不对？还有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啊，不少德国人认为啊，中国如今的成就都是，还有拥有很多超过德国的先进技术，都是过去几十年德国一直源源不断的往中国输送技术。大家没有听过啊？德国人认为啊，中国现在取得这些技术比德国还好的技术，都是德国人给的、送的。还有呢，有些德国人说，我们德国没有的技术呢，都是中国人偷的、中国人山寨的等等，就那么可笑。哎，真的。但是我想啊，这种认知不单单是德国人才有，很多西方国家，比如说什么美国啊、英国、法国，甚至咱们中国的台湾地区也有不少人这样想的，对吧？他们也认为啊，我们中国大陆这些技术很多都是偷西方的、偷台湾的等等，对不对？更有德国人认为啊，你中国不是公然歧视德国企业吗？比如说，他们就说了，中国你看禁止谷歌呀，还有禁止脸书、油管、WhatsApp 等等，对吧？但是德国媒体永远不会报道为什么中国禁止这些美国这些企业、这些 IT 企业。是美国这些企业，他们只想遵守他们美国国内法，在中国经营，他们不想遵守中国的法律，而遵守他们美国国内法，哪有那么变态的，对吧？那中国政府当然就不同意了，对吧？而这个背景，任何西方媒体，德国媒体也一样，不会报道，他们只会说中国不允许西方企业到中国去发展，对吧？你看是不是太片面了？简直是血口喷人呐！所以才造成德国这样的认知。在过去我也发现有不少台湾人也一样，他们认为啊，你看你中国，他们是讲中国，不是讲中国大陆。你看你中国连那个上那个油管的权利都没有，上脸书的权利都没有，你们是强国等等等等。他们台湾人还很自豪，能够自由的用美国的什么谷歌，能够用美国的脸书，还有油管等等。他们不知道台湾没有自己的数字平台，与其他任何国家和地区一样。我发现这个世界除了中国啊，俄罗斯也算不上啊，除了中国，世界上其他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是美国的数字殖民地。这个我以前也说过，对吧？台湾也一样。而所有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人都沾沾自喜啊，自己成为人家数字殖民地，还沾沾自喜，认为我可以自由的使用你看我想获得任何信息都可以。
我们的信息多透明啊，等等等等。其实这些国家对那个某大国才透明了，被渗透成筛子的一样了，他们还感到非常自豪。他们根本不知道拥有自己的数字平台有多么的重要。也就是说，数字独立目前呢只有100%独立，只有中国能做到，俄罗斯也不能完全做到，它只是美国半个数字殖民地，可以这样说。但是呢，中国绝对是完全独立的，在数字独立方面，所以中国做得很好。以前前几年我没有了解那么多这个世界那么复杂、那么黑暗的时候，我有点不理解啊。因为认为我觉得，哎呀，在中国不能使用谷歌，真的太不方便了。但是这几年，我真的越来越理解了，而且我越来越佩服中国政府这个他们的战略眼光啊，这不得不佩服啊。你想想看，如果当年中国政府允许了谷歌他们到中国去发展，让他们壮大起来，然后呢，中国能够有现在像腾讯这样的企业吗？有阿里巴巴这样的企业吗？阿里巴巴是另外一个啊，主要是腾讯啊，还有其他中国这些数字平台，对吧？可以说他们是受到中国政府的领导的，就像那个谷歌受到美国政府的领导一样。也就是说，中国在数字独立方面真的是除了美国之外做的最好的，也就是世界上最好的做到数字独立的就是2个国家，就是中国和美国，没有任何其他国家了。德国还有其他国家和地区，还有台湾，都是美国的数字殖民地。数字殖民地，没有听错，你们都是美国数字殖民地。所以，既然是殖民地，没有自主权，没有自决权，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呢？对吧？你上网的每一个动作，每一步都在那个人家的掌控着呢，还有什么所谓的安全，对吧？唉，所以啊，我觉得这些挺可悲的，自己成了殖民地的人，数字殖民地我这里指啊，还沾沾自喜。所以啊，朋友们，通过本次德国毅然决定全部拆除中国华为和中兴的设备，我们应该明白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一直呢在与中国切割，真的啊，脱钩是趋势，没有改变，一直没有改变。而且更无耻的是，他们还说啊，该与中国脱钩的地方就脱钩，该与中国合作的地方才与中国合作。也就是说，不得不与中国合作的地方，他们才合作。他们想总是那么的美好，其实还是那种以西方为中心的可笑的殖民思维。中国人当然不吃这一套，难道中国不会出于自己国家利益考虑，反其道而行之吗？对吧？我干嘛要在你想与中国合作的地方才合作？那我中国就没有自己的国家利益要求吗？对吧？所以我确信啊，今后看到中国政府看清了现在西方，包括西方这些所有某国的，可以说是殖民地。什么殖民地啊？政治方面的殖民地，军事方面的、数字方面的，都是这个西方某大国的殖民地。中国看清了，那中国今后采取的这个反制措施也会越来越多。我相信啊，我们拭目以待吧。所以，我是从我自己做起啊，我没有办法要求你们，我是从我自己做起。现在是这样，我想将来一样，只要我用的所有的东西，不管是什么，比如说这个什么麦克风也好，还是我的拍摄的东西也好，还是我的电脑也好，只要我能够用中国的东西 ，Made in China 的东西，我绝对不会用外国的。所以到现在为止，我也不用苹果手机。虽然有很多人说用苹果的手机呢比较好，怎么样，我就是不用，我就是出于这个怎么说呢？还是我觉得从一个民族自尊心来说吧，还有从中国国家利益来考虑吧，我还是能够用中国的东西，我绝对用中国的。你们怎么样用是你们自己的自由啊，在这里没有心灵拷问，因为我觉得你们挣来的钱是你们自己的，怎么样支配它是你们的权利，对吧？好了，朋友们，今天呢，我可能就
不会再剪辑了，因为我这个手确实很痛，希望大家多多包涵，谢谢大家，我们下期见。